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2个字是吃人。我是鲁迅，你们也可以叫我的原名周章寿或者周树人。你们在课本里读到的横眉冷对，不过是我被历史风干的标本。真正的鲁迅是抱着《山海经》缩在乌篷船底的孩童，是耳畔回响着父亲可写声的少年，是跪在当铺石阶上数铜板的孤儿。光绪7年秋，绍兴周家的台门里响起了我的啼哭。那时祖父周福清还在江西做知县，父亲周国仪尚能吟几句知乎者也。保姆常妈妈总爱把《山海经》里的精怪故事讲得活灵活现。百草园的蟋蟀在砖缝里唱着童谣，3位书屋的戒尺在寿镜吴先生手里泛着油光。那时的我怎么也不会料到，几年后的周家竟会是另一番模样。1893年的冬天，祖父周福清因科场贿赂案下了大狱，父亲周伯仪因为肺痨咽了气，真正应了《红楼梦》里的呼啦啦死大杀青。13岁的我抱着药罐子在当铺与药铺之间来回奔跑，我十分清晰地记得那当铺掌柜的眼神像极了药里华老顺借人血馒头时的模样。17岁时，我攥着母亲东拼西凑的8块银元去往南京水师学堂，谁知那里乌烟瘴气的环境戳穿了我对新学的幻想。那些留辫子的教习捧着四书讲物理，活像戴着瓜皮帽的猴子耍西洋镜。倒是矿物铁路学堂的煤油灯下，严复义的天演论在我掌心发烫，课序里的进化论像一柄利刃剖开了四书五经，梁启超在食物报上撒下的火种点燃了江南。我站在扬子江边看蒸汽轮渡搅碎千年倒影，忽然明白这摇摇欲坠的清王朝不过是一艘腐烂不堪的木船，随时都会沉入历史长河，烟消云散。1902年东渡日本，在留学生会馆听章太炎大骂慈禧。21岁的我热血沸腾地在字体小象七言绝句中写下我以我血建轩辕。在仙台一专的幻灯片里，我亲眼目睹了中国百姓围观日军处决同胞的麻木神情。1906年七一从文那日，我对着黄海方向冷笑，学医救不了中国人，那就用笔墨剜出他们的魂力。在东京办新生杂志时，我写了文化偏执论，说中国要立国先得立人，那些抱着众志幌子的家伙大抵都是用新招牌做旧生意的买卖人。1909年被迫回国成亲，朱安那双莲藕的畸形小脚与那满墙早生贵子的简华同样刺眼，像极了旧道德刻在白绢上的写坛。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30岁的我正在绍兴府中学堂当监学，我领着学生上街游行，给阅读日报写文章，心里想着这回总该天亮了吧。谁知袁世凯的北洋军一来，连绍兴城头的白旗都吓得褪了色。后来蔡元培先生邀我去教育部当佥事，北上的火车里，我望着窗外萧瑟的华北平原，突然明白革命不是换块招牌，而是要把原心里的辫子连根拔起。可等我走进教育部衙门，才发现那青砖灰瓦的廊柱间还留着前清的霉味儿。1918年的北京城，陈独秀把《新青年》的稿纸拍在我桌上说：“育才，该你上场了。”那夜我写狂人日记时，月光冷得像刽子手的刀，4000年的仁义道德在纸上渗出人血。阿 Q 在吐谷祠做着革命梦，祥林嫂在祝福夜冻成雪人，孔乙己的长衫终究抵不过短衣帮的嘲笑。这些大抵就是我给铁屋子凿的通风口。有人骂我是黑暗中的恶鬼，我倒觉得若能把黑暗撕出裂缝，便是做鬼又有何妨。周树人从今往后就叫鲁迅。1925年女士大风潮闹得最凶时，杨荫雨女士的威风比祝福里的鲁斯老爷还胜3分。我站在学生这边写碰壁之后，教育总长张世钊的免职令来得比阿 Q 正传里赵太爷的巴掌还快。第2年318惨案，刘和珍的血
染红了执政府前的石狮子。我在纪念刘和珍君里咬着牙写道：沉默，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段祺瑞的卫兵大约不知道默写的谎言掩不住血的事实，就像药里下于坟头的花环终究要破土而出一样。1927年，46岁的我来到广州，中山大学里满耳都是革命口号。可412的枪声一响，我才看清那些青天白日旗底下原来也藏着人血馒头。营救被捕学生无果那夜，我在白云楼上烧了所有进化论讲义，火光照得瞳孔生疼。原来青年也分血色，有的红的热烈，有的黑的污浊。定居上海后，内山书店成了我的避难所。瞿秋白带着皮包来时说我的杂文是匕首投枪，可我倒觉得更像绍兴人腌的臭豆腐，闻着刺鼻，吃着行囊。1930年的左联成立大会上，我说旧社会的根底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利益不能动摇它。这话让那些举着标语喊口号的青年们愣了半晌。后来柔石他们被秘密处决，我摸着那封老周快逃的染血信笺，在为了忘却的纪念里写道：忍看彭贝成星轨，夜正常，路也正常。儿子海因出生那晚，我在大客窍里写下无情未必真豪杰。妻子许广平笑我终究拗不过人伦常情，可那帮革命工头们总想给我戴高帽，我便在死里立下遗嘱，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有人劝我学胡适之当绅士，可我却偏要做铸剑里的黑色人，把复仇的剑与自己的头骨一齐掷进沸腾的鼎。1930年代的文化围剿比绍兴冬天的雨还密，可我的笔反倒越磨越利。且借亭杂文里那些带着租界铁栅栏气味的文字，刺得审查官们跳脚骂娘。1936年见美国记者斯诺时，我说中国需要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的奋斗者。这话其实是说给那些躲在租界里空谈革命的文人听的。埃德加·斯诺问我为何不加入共产党，我指着书架上瞿秋白译的《海上树林》说，我和他们早已用文字结成了同志。后来我肺病重的连烟都拿不稳，还硬撑着给萧红、萧军改稿子，木刻青年们送来版画。我说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这话后来被印在课本里，可那些在租界舞厅跳恰恰的摩登青年大约是不肯细想的。苏联作家法捷耶夫来拜访，我送他一本阿 Q 正传，心想这精神胜利法的毛病应是不分国界的吧。1936年秋，藤野先生寄来的照片上还染着富士山的血色，而我的肺却已成了破风箱。最后的清醒时刻，我恍惚看见闰土带着银项圈从月光下的西瓜地跑来，孔乙己用长衫袖子擦着茴香豆，阿克摸着赖疮疤嚷着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些游荡在华夏大地的孤魂野鬼终究要靠后来者用刃的战斗来超度。朦胧中，我听见内山完造用生硬的中文喊周先生，我想笑，他发音不准，可喉咙里却怎么也出不了声。后来我慢慢意识到自己大抵是不行了。